这是一部充满讽刺意味的岛国影片，脑洞极大，细思极恐。影片的结尾不仅揭露了人性深不可测，还留给观众们自己去思考，自己去刻画人性的丑恶。好了，影片开始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《世界奇妙物语》系列之分身。男主名叫小森，是一位年近40的中年男子，他是一名会计师。经过10多年的艰苦奋斗，终于在前不久拥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。步入中年，小森因为性格腼腆内向，天天只顾着埋头工作，差点成为了一名老光棍。然而幸运的是，1年前，小森在一场偶然的相亲会上遇到了自己的真爱小美，两人一见钟情，很快组成了家庭。小美年纪轻轻，长相甜美，热爱大自然与花草园艺。在小森的眼里，小美就像那下凡的仙女，浑身都充满了灵气。然而这1年以来，小森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心结，他怎么都想不通，像小美这么优秀而又年轻漂亮的女孩子，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嫁给他？时间如白马过隙，1年的时光很快过去，他始终无法确定小美是否真的爱他。正仔细思索着，画面突然转过，小森正在和员工们聚餐喝酒。饭桌上，一名员工拿出手机给大家讲了一件事，然而就是因为这件事，直接打开了小森新世界的大门。员工说他故意在网上虚构了一个女生的身份，用来和一些小姑娘聊隐私话题。然而令他头疼的是，小姑娘一个没加上，却引来了一大帮抠脚大汉。说完，小森好奇地问：那这种事最后都怎么处理啊？员工不以为意地回答说：点击注销就可以了呀，注销后你的虚拟身份就会彻底消失。听完员工的回答，小森若有所思。到了晚上，他偶然间看到妻子正在玩博客，心中突然冒出一个邪恶的想法：如果假冒陌生男子给小美发一封邮件，那么他会怎么做呢？有这样一句话，很现实也很骨感，做人千万别去试探人心。然而眼前这个男人偏偏就是不信邪，非要去试探自己的妻子是否真的爱他。小森开始了试探妻子的计划，他注册了一个虚拟身份，名叫小林，自称是小美博客的粉丝，也是一名园艺爱好者。小森借助小林的名义，在信中表示希望可以和小美成为朋友，一起交流学习花草的养护知识。到了晚上，小森下班回家，然而让他满意的是，刚一到家，小美就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他，并且声称自己没有回复邮件，也不打算回复。小森见到小美如实的对他说出了这一切，感到非常欣慰，但他觉得这还远远不够。他想知道，如果自己坚持不懈地发下去，小美到底会不会回复。于是小森又连续发了好几封邮件给小美，小美还是像以前一样，全都如实告知了他，并且一封邮件都没有回复过。这下小森终于放下心来，他感受到了妻子对他的忠诚，决定发最后一封邮件，然后注销账号，停止这件事情。小森在信中表示以后都不会再打扰他了。然而让小森没想到的是，就是最后这封告别信，小美居然回复了。果然，想要打动女生是需要技巧的，比如说欲擒故纵这一绝招。到了晚上，小森一直期待着小美把回复邮件这件事情告诉他，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。小美对邮件一事只字未提。自此之后，小森没有就此停手，甚至还喜欢上了这种感觉。他想用陌生人的身份去和妻子交心，于是小森像往常一样，继续用着小林的身份和妻子邮件往来。他还把小林的身份设定成一个和自己完全相反的角色，28岁，自由摄影师，喜欢大自然和花草园艺。但美中不足的一点就是右腿因为一次意外事故，所以走起路来有点瘸。时间一天一天过去，两人就这样逐渐亲近起来。小森也完全融入到了小林的角色当中，他通过小林的虚拟身份和妻子交着心，还与他聊起了婚姻，这才是小森真正关心的问题。小森在邮件中问出了这1年以来他心中最大的疑问：你和你丈夫是因为彼此相爱而结婚的吗？你真心爱你的丈夫吗？发完邮件，小森每天都看着手机，期待着小美的回复。然而面对这个问题，小美那边却迟迟没有回答。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，这天小森在公司接待客户时，突然收到了小美发来的邮件。他抛下客户跑到厕所查看，看到了一个令他温暖而又感动的答案。小美回复说，第一次和丈夫见面时，她紧张的不敢看我，她害羞内向，有点笨手笨脚，但为人正直，安稳可靠。从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，她深深的爱着我，我也同样对她心生爱意，所以遇见她然后嫁给她，我非常的幸福。看完邮件，小森心中一整天都是暖暖的。这1年以来，他心中最大的疑问终于在今天得到了解决，但他有些愧疚，因为他是用这种方法问出的答案。于是下班后，小森给妻子带了他最喜欢吃的蛋糕，准备向她说出这一切。然而到了晚上，小森始终没有把这一切说出口。他发现自己无法舍弃小林的身份，他控制不住想要用这种方式与妻子交心。于是他再次给小美发了一封邮件，
说昨天在花店看到了一个和你很像的人，那人买了一束天竺葵，那个人是你吗？我们好像命中注定会相遇。看到这封暧昧的邮件，小美又惊讶又激动，她好像真的对小林动了心。这个男人用虚拟身份试探自己的妻子，结果却发现他真的动了心。小森用虚拟身份发来的这封暧昧邮件，让小美彻底变了。自此之后，小美对小森越来越冷淡，每天做什么也是心不在焉，时时刻刻都盯着手机，等待着小林的回复。小森看得出来，于是好几天都没有发邮件给小美。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小美居然主动给小林发了好几封邮件，表示想见一面。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，小森认为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可言，他决定向妻子坦白这一切，于是用小林的身份将她约了出来。这天，小森捧着一束百合花来到约定地点，他穿过人群一路奔向小美，向她说出了事情的真相。然而下一秒，小美的一句话直接让小森傻眼了，她一脸疑惑地对着小森说：“你是谁？”此刻的小森就是那张表情包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在干什么？正思考着，突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，小森再次蒙圈，这不正是他虚构出来的小林吗？走路有点瘸，身材高大，年轻帅气。看到这一幕，小森直接傻了，他急忙向小美解释，小林是不存在的，他是我虚构出来的人物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小林突然问小美，眼前这个男人是不是经常发邮件骚扰你的那个人？小美看着小森点了点头，随后拉着小林离开。影片的最后，小美回头看了一眼小森，眼神有些奇怪，但视频画面里，小森逐渐扭曲，最后凭空消失不见，只留下一束百合放在地上。好了，影片到此结束，结尾的高能反转好像别有深意，最后的结局也充满了开放性。三人之中到底是谁虚构的谁？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。有的人认为小森是小美虚构出来的，因为她喜欢成熟稳重的大叔，内心又渴望安定，所以虚构了一个和现丈夫小林完全相反的人物身份。而有的人却认为是小林虚构的小森，因为他脚瘸，事业不稳定，所以很自卑。虚构小森的相反身份也是想测试一下小美是否对他是真爱。本片的脑洞有点大，看到最后赫然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千万别去试探人性，否则后果会……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，喜欢的话给小森点个赞哦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